嗨，大家好。在2020年的第一天，负责中国军机研发的航天工业给国人送上了一篇新年祝福。在这篇长文中，罕见地提到了3个数字，就是520。众所周知，中国目前被称为20的军机是歼20、直20和运20，而未公开亮相的还有大家期待中的轰20。这些我在之前的视频中都给大家介绍过了。那么最后一款到底会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中国未来最先进的无人攻击机攻击20。首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攻击机，它跟战斗机和轰炸机又有什么区别呢？战斗机很好理解，最主要就是用于和敌方战斗机在空中作战，来争夺制空权，对速度和机动性都有非常高的追求，又名歼击机，英文叫做 fighter， 所以美国战斗机通常以 F 开头。当然，由于其战斗属性，还可以用来做护航、截击等等多重用途。比较有名的就是 F-22、歼20、F-16、苏27等等。那攻击机呢？相比于战斗机的打灰机属性，攻击机主要强调对地和对海的打击能力，就是以前所说的舔地，英文叫做 attacker。所以它的主要作用并不是空战，而是对地面目标实施攻击和近距离空中支援，并有一定的纵深能力。比较有名的就是美国的 A10和俄罗斯的苏30等等。轰炸机呢，英文叫做 bomber。之前视频介绍轰20的时候有个很详细的介绍，最主要的特点当然就是载弹量大、航程远，有些还可以搭载核武器这种战略级大杀器。但基本上轰炸机没有任何空中狗斗能力，在战斗机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所以后面又发展出一种战斗轰炸机机种，但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对地攻击。好，那么战斗机和轰炸机能不能执行攻击机的任务呢？其实并非不可以，只是效率相对比较低。战斗机飞得过快，对于目标识别的精准度就会大打折扣。而轰炸机虽然作用也为对地攻击，但通常设计的都过于庞大，空中机动就不够灵活，所以并不适合进行反复打击和近距离空中支援。所以虽然战斗机后来又发展出多用途战斗机，轰炸机中又发展出战斗轰炸机，但专业的事情还是专业人士来做，显然更为靠谱一些。那么以上几种机型哪些能被无人机所取代呢？战斗机要在空中缠斗，飞行员需要瞬间做出权衡、判断、闪避、反击等等动作，但这些对于当前的无人机技术来说还无法做到。真正在实战中狗斗，无人机毫无胜算，因此短期内壮志凌云仍然是战斗机里的飞行员，而无人机只能是补充而非代替。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相信在未来战斗机或许能够实现由无人机代替人类来进行战斗。所以综合以上几种飞机的特点来看，现阶段攻击机和轰炸机似乎更容易被无人机所取代。所以各国也根据新时代的需求大力发展无人机，比如中国的彩虹和翼龙，美国的全球鹰和死神等等。美国的无人机多次参加实战，并有过辉煌战绩，例如2020年年初，伊朗的3号人物苏莱曼吉就被美国的 MQ-9 死神无人机所击中。但即便如此，全球鹰和死神却多次在实战中被对手的防空导弹所击落，这就让美国伤透了脑筋。这些无人机在中俄现代防空武器面前，可以说只有挨打的份。所以近期也传出陆续将退役全球鹰和停止采购死神的新闻。虽然无人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人类完成某些侦察和打击的任务，但频繁被多个国家的防空武器击落，证明其生存能力过于低下。所以发展一款具有隐身功能的无人机成为现在各国研究的重点目标，比如美国的 X-47B、MQ-25 黄鲷鱼、欧洲的神经元、英国的雷神、俄罗斯的猎人等等等等。但走到最前面的却是中国的隐身攻击无人机，这就是去年国庆大阅兵中第一次亮相的攻击11，它也是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非翼式隐身攻击无人机，翼长14米，起飞重量10至15吨，载弹量2吨，最大航程4000公里。从其外形来看，非翼式的布局正是为了实现其隐身性而量身设计的。我在之前介绍轰20的视频中提到过，这种应用在 B2 和 X-47B 的背负式锯齿形大 S1 进气道技术，在2015年时被中航飞机研究中心所攻破。所以攻击11的亮相，也正是证明了此种非翼隐身气动布局，中国已经完全掌握。我们知道，对于进气道来说，如果不进行屏蔽，直通进气道会给飞机带来10平米以上的雷达回波，所以从攻击11 S 型的进气道有着巨大的弯曲，
完全看不到涡扇发动机的叶片，从而为其隐身消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而且攻击11的尾部喷口不再像之前测试时看到的完全外露，而是采用了三角形的遮蔽处理。种种细节都看出攻击11的隐身水准已达世界最高水平。那么接下来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此款隐身无人机是否能够登舰呢？个人认为登上航空母舰没有任何的问题，未来只需要进行2方面的改造即可。一个是类似 X-47B 的可折叠式机翼，另一个就是着陆时可以勾住航母阻拦索的挂钩。这2点从技术上来讲已经没有任何难度，而且得益于飞翼式的气动外形，攻击11的时速达到200多公里，应该就可以起飞。所以无论辽宁舰和山东舰的滑跃起飞，还是未来003的电磁弹射，攻击11登上航母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毕竟是一款无人机，起飞和降落都无人操控，而海面上的情况又比陆地复杂得多，所以还需要进行不停的测试和训练。纵观世界，也只有美国的 X-47B 一款隐身无人机曾经完成过在航母上的起飞和降落。好，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来了，这款隐身无人机能否成为上期视频介绍过的075两栖攻击舰的舰载机呢？这将取决于2个方面，一个是起飞，刚才说了，得益于飞翼式的气动外形，攻击11起飞距离明显缩短，在少量搭载弹药的情况下，在舰长200多米的075上起飞也并非不可能。而最重要的还是着舰，一款非垂直起降的固定翼飞机想要在075的甲板着陆，阻拦索或者阻拦网就成为必须，而阻拦索的加装要在军舰设计之初就要通版考虑进去。从目前所披露的资料来看，075并没有任何加装阻拦索的迹象出来，当然也不能说一定就没有。075目前还在下水和测试阶段，等到其正式服役之后，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吧。好，说了这么多，好像还一直没有进入到今天的主角——攻击20。的确，之所以要花大篇幅来介绍攻击11，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攻击20很可能就是在攻击11的基础上，在航程和载弹量方面做进一步的放大。整体飞翼式气动布局、S 型进气口设计、尾部喷口三角形的遮蔽处理，都可以从攻击11的基础上继承。翼展可以增加到20米，最大起飞重量增至25至30吨，最重要的航程可以扩充至5000公里以上。那么在拥有了攻击11和未来的轰20之后，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款攻击20呢？我在之前的视频给大家介绍过，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轰20。考虑到未来轰20的主要战场将发生在西太平洋， F-22因其短腿特性将毫无用武之地，轰20的唯一对手就是可以在航母上起飞并能隐身的 F-35，所以加力后要超过肥电的极速 1.6 马赫将是硬指标。而如果轰20采用类似于 B2 的飞翼式气动外形，超音速几无可能，更别提 1.6 马赫。而轰炸机的核心战斗力又体现在其所挂载的武器上，飞翼隐身布局也不适合外挂大型导弹，如果不能挂载远程巡航导弹，就无法实现防区外投弹攻击，它的生存能力也将大打折扣。一款战略轰炸机可不是一次性自杀性武器，像 B2 的单价达24亿美金，如此昂贵且需载人飞行的战略轰炸机，如果去完成一个有去无回的纵深投弹任务，代价似乎有些大。这就有了要求一款拥有较大航程并可自主纵深完成打击且价格低廉的隐身攻击无人机的需求了。而按照当今中国军机研发采用生产一代、试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惯例，攻击20应该也进入到了试制时期。我在那期视频也说过，轰20要达到超音速，势必不会采用飞翼式布局，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轰20就是在克隆 B2。所以中航工业集团发布视频的最后 The Next 会不会根本就不是轰20，而是拥有飞翼设计的攻击20呢？随着尾部解开的一刻，一切都将揭晓，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在介绍完中国的攻击11和攻击20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其他国家正在研制的隐身攻击无人机。首先来到欧洲，最有名的就是欧洲多国共同研制的神经元隐身无人机了。机身长度 9.5 米，机展 12.5 米，最大起飞重量7吨，巡航速度 0.8 马赫，续航超过3小时，最大载荷1吨。4款无人机由法国牵头，后续又加入了瑞典、希腊、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多国共同研制。外形与攻击11颇为相似，只是小了一圈，造价达到2500万欧元。
但在2012年12月完成首飞后，便就此销声匿迹了。其次就是英国的雷神隐身无人机，长度11.35米，翼展10米，高度4米，最大起飞重量8吨。该机于2013年实现首飞，单机造价高达1.85亿英镑。英国雷神最重要的特点是其最大速度可超过1马赫，进而实现超音速飞行，这也是其他各国包括中美在内研发飞翼式隐身飞机所无法做到的。但是该机虽然首飞很早，但英国预计的服役时间却是在2030年之后。服役如此之晚，想必一定是碰到了一些短期内无法解决的技术瓶颈吧，后续有待进一步观察。再次就是俄罗斯的猎人隐身无人机了，整机全重约为20吨，翼展约为20米，最高时速为1000千米，首飞时间在2019年8月。从视频中看，该机发动机的尾部喷口直接外露，还没有做到攻击11的三角形遮蔽处理，这将破坏隐身外形，并且增加红外探测特征，所以还需后续的技术升级。俄罗斯在冷战时期从1代机到4代机尚能与美国一较高下，到了5代机和无人机方面却一直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2月，伊朗曾捕获了一架美制 RQ-170无人侦察机，而应用的方法正是由俄罗斯提供的无人机信号干扰器。而刚好在同一时期，俄罗斯军方开始推动猎人无人机的研制，所以猎人身上或许还有一些美国无人机的血统也未可知。好，最后就是美国。美国在研制无人机方面一直都处于世界最领先的地位，而在隐身无人机方面，首屈一指的当然就是已在航母上成功起降的 X-17B 飞翼式隐身无人机了。该机长度11.63米，翼展19米，最大起飞重量20吨，续航速度为0.9马赫，单机造价高达8.13亿美金。X-17B 于2011年完成首飞测试，并在2013年5月在布什号航空母舰上成功进行起飞测试，并于同年7月从陆地起飞，并在航母上成功降落。2015年4月16日 ，X-17B 与 KC-707 空中加油机又成功完成了空中加油测试。种种测试的成功使美国在隐身无人机的研发上走在了世界各国之前。但令人意外的是，在完成了空中加油测试后，美国军方却取消了 X-17B 项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 X-17B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2000年，由美国海军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也就是 DARPA 共同推出的航母搭载无人战斗机研究项目，这就是 X-17A 飞马无人机，并于2003年成功首飞。但美国国会大老爷们为了节约预算，又犯了跟 F-35一样的错误，要求一款无人机可以海空两军通用，结果搞出了一个联合无人战斗机计划。但美国海军对无人机的要求是侦察兼顾打击，空军则是只希望用于防空压制。在折腾了一番之后，经过了无数次口水和扯皮，最终项目被叫停了。海军在甩掉了空军之后，延续之前的项目，启动了无人作战演示验证项目，这就是 X-17B 的由来。X-17B 也不负众望，完成了刚才提到的各种壮举。但此时，也许是 X-17B 的表现过于辉煌，美国海军又抽风式的提出了新的需求，要求了一款比 X-17B 起飞重量大2倍的重型舰载隐身无人攻击机，这就是 U-Class 项目。但过于苛刻的需求，简单对 X-17B 进行升级已然无法达成，所以在折腾了近10年，花了10来亿美金，创造了无数辉煌的 X-17B 项目，最终被叫停，2架原型机也走进了博物馆。而如果你认为在走了很多弯路，并积累了很多隐身无人机经验后，新项目就会一帆风顺，那你就错了。U-Class 项目又陷入了老套路，即超高的技术要求和高昂预算上的纠结。海军和国会大老爷们又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论和互喷口水，最终新项目在只停留在纸面文字上时，就又下马了。而在之后接替的就是现在正在进行中的 MQ-25 黄鲷鱼无人机。但是在进行了无数次折腾，并用 X-17B 取得无数辉煌战绩的前提下，这只黄鲷鱼竟然只具备空中加油的功能。但这也是在东风快递阴影之下的无奈之举。未来的西太，美军要么只能在舰载机的有效航程之外使用航母，要么冒险让搭载着6000名舰员和几十架飞机的航母进入东风快递的配送范围。
而 F-35和 F-22等隐身战斗机要加入作战，又必须要一款可隐身的加油机来服务，才不至于暴露目标。所以这就是黄鲷鱼的由来。可见此举也改变了美国无人机项目的方向甚至属性，从一款主战装备变成了一款保障装备，也标志着美国海军放弃了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选择重新回到循序渐进的道路。那么这个 MQ-25 黄鲷鱼最终命运会是如何？我们还是一起拭目以待吧。好，这就是世界各国最先进的隐身无人机的发展进程和现状。而中国随着攻击11的列装并服役，无疑走在了前面。当然，美国在隐身无人机方面的积累和造诣无疑是巨大的，甚至其所走过的弯路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看来摸着鹰酱过河，无疑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啊。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